现在是这个 Motec CR5赛车仪表，然后把它装入这个3D 列印出来的框，但是它目前有点紧，对它，所以这个框座可能必须还要再经过研磨一下、洗压给一下，才能够顺利的装入。然后装进来应该是刚好跟这个平面是平贴的这样子。然后到时候就要把这个东西砍入 Golf GTI， 4代 GTI 的仪表取代原厂的仪表。现在在进行这个 C125赛车仪表。那它的线路的配置，那其实有因为这一台 Golf GTI 4代 GTI， 然后把它整个取代原厂的仪表。那有一些方向灯啊、指示灯这些东西，我们要把它植入到输入到这个 C125的表里面。那我们透过一些它的电压输入，然后这个温度输入来做它的开关、它的触发条件。那但是因为这些上面呢有一些限制，比如说它的电压可能是只有到5伏特，那它的温度是可以到12伏特，没有错。那5伏特这个要输入的话怎么办？因为我们其实一些灯开关的讯号其实都会在12左右这个部分。那所以我们必须进行一个降压动作。那降压动作很简单，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一个电阻，比较电阻，来把它做一个这个比例的划分。我们可以用两个不同的电阻来搭配。那你如果是用2个电阻一样的话，比如说2个1K， 那我把讯号衔接在中间的话，就等于是把电压除以2。像这样的配置就是除以2嘛，12伏特的话就是变6伏特。那发动的时候可能是在13、14那边，我们就除以2，就会知道说大概是多少。所以你想要更少的话，你就必须把2个电阻做不一样的配置。那其实这可以运用在我们改装汽车上面，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运用。对，那我们就在桌上先把很多的线路先配置好，然后其实色环真的很好用。像我白色的线有搭配色环，我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辨识。那这是CR25的表头的线。可以看一下，然后包覆皮是用这个Raychem的这个皮 DTM 端子，然后再用这个 DTM12来做一个转插，然后再衔接到车上的部分。好这是 Golf GTI 4代 1.8T， 那现在在连接这个仪表，传到这个 Motec CR25的这个一个接线动作。那为了让在仪表上面可以取代原厂的仪表，那我们做了一些指示灯比较重要指示灯的取代的动作。那这些就是讯号的跨接，我们把原厂表废了，然后连接到这个德国 DTM 的接头，这是品质蛮高的接头，所以到改装车上面都可以看到很常看到这种接头。然后测试完成后再进行包覆的动作。好，现在已经完全的整合了这个CR25赛车仪表跟 Golf GTI 1.8T 原厂的仪表线路。好，现在要准备把 Motec 这个 C125这个赛车仪表直接取代原厂的仪表。好，那当然怎么固定呢？我们有这个购买了一个这个3D 列印出来的框架。
所以框架我们把表放到框架里面，然后旁边我们再制作它的基座，它所在原厂的位置就可以固定。好，那于是我们做了一个板子，合上去。经过了修改改，它是算蛮密合于原厂的这个座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把它，我们是想要用铝板，然后在铝板上面画线，然后再做切割。OK， 所以这是它的制作的过程。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来切割。好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切削，然后打磨，终于得出这个适合的这个外框。现在就来试一下，轻松的放进去。那它这边有2个固定螺丝，我们一样会打一个洞，然后就可以锁在这边。就跟原厂的一样，然后再把这个准备好来切割这个仪表框，需要的大小。终于完成了这个修改。哇，这个洞其实超级难挖的。它是纯手工的所以花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。好，下一步就是准备来上车，然后制作这个螺丝的洞。完成了这个固定螺丝的这个钻孔跟公牙，然后把它固定在自中的位置，相当的帅气啊！好，那其实这个板子可以考虑去做个阳基处理。然后其实要注意的是，这个洞啊要钻得非常准只要有一点误差，基本上就会有点难锁。好，那合这个洞螺丝是最困难的。好，那再来就是通电测试，再分享给大家看。一并的呢，也把它的网路连接线制作在这个位置，这样使用上会比较方便。那另外这个头呢，这个就是Motec 的 MD50电脑的连接孔，可以看到2个都是网路线，都是网路连接线现在要来启动这个C125的这个 I/O 功能也就是输入功能，让我们的这些指示灯呢，能够透过输入来显示。好，那可以看到现在是程式是设定好，但是没有办法控制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输入密码。好，启动了 ，Enable。好，可以看到 I/O function 有了，我们来关闭。好的。手刹车可以动了，前灯、小灯、方向灯，完成。好 ，Motec C125的表呢，除了表本身之外呢，我们可以组合Motec 其他的产品。来做一个联动的控制像这个 Motec 的 Rotary Switch， 就是旋钮开关，可以换页啊，然后这边可以定义你想要的功能。旋转这个旋钮的话呢，可以看到仪表跟仪表同时联动。好，那他们的沟通呢是透过这个 CAN bus，CAN high CAN low 来传输这个所谓的指令，而不是传统的类比。类比的线不是透由一条线一个功能这种东西那 CAN bus 的话就是数位，现在是数位讯号，也就是我们的0101这种讯号。好，那它是数位化的，那所以说每一个功能的参数都有它自己的 ID，它的位置，
好，然后可以让电脑来辨识，好，怎么控制哈。那所以说我们里面每一个参数 ，oil temp 啊、转速啊，所有这些参数呢，好，比如说油门啊，好，这些都是透由2条线，好 ，CAN bus 的 CAN high 跟 CAN low， 好来做Motec 整个系统完整的串联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油量表。油量表的话，我们是输入到 Motec MU0里面去做设定。好，所以说我其实可以去定义，很精准的定义每1公升，好是在百分比多少。好，然后转速，好所有的温度，然后我可以做一个换页的动作。然后下面的参数，好也有里程 ，odometer， 好 trip。好，也可以归零这样，其实是可以完整的取代这个仪表。好，非常开心呢，我们终于到这次这个视频的尾声了。好，那这次想要做这一个Motec C125的介绍，主要是因为呢非常少街道车的改装上面来使用这一类的产品。好，一般我们可能会选择用 AEM、AEM、Respect 之类的这些赛车仪表，比较平易近人。好，那 Motec 的表为什么会这么贵呢？那它的表呢，其实基本功能，从基本功能到开启许多功能的价格可能会落于几万到10几万，甚至20万。哦，这个级距这样子，那差异为什么都这样？那所以说要看你使用了什么功能。如果单纯只把 Motec 的仪表拿来做显示的功能，相对之下，你就会觉得它是非常贵的一个显示器。那如果我们把它拿来运用，像这一台我们拿来整合这个灯系指示灯，然后所有的感知器呢，那跟油量表，我们拿来运用的话，你就会觉得还不算太贵。那这些功能其实也只是这个赛车表功能的冰山一角哈。那像其他功能也有赛道记录哈，然后这个遥测，然后 GPS sensor， 如果你有装的话呢，可以记录出你的赛道，然后也可以做完整的记录，甚至记录你的整台车、整颗引擎的运作一个状态。好，那诸如此类的功能非常的多。然后，如果你也有想要做一些参数的运算，它里面有数学公式可以让我们去运用。好，所以说这个表非常的厉害。然后还有一个厉害的是它的 CAN bus 传输功能，甚至它也能够读取现在新车的这个网络讯号。那当然我们要知道说它的 CAN bus ID 是多少，我们必须去破解这样子。好，那所以这个表我们介绍到这边。好，如果你喜欢呢马克这次的分享的影片呢，那请你帮我按赞啊、订阅加分享哦。那这是给马克一个最大的鼓励哈。如果你有想要发问的问题，或者是想要了解其他的改装，好，那请在留言板下面给我留言，让我知道。好，这期的视频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。